疯犊子，你放开我！堂堂大京城安王，没想到也是个荒淫放纵之辈。堂堂大晋长安王妃，没想到竟背着人到这种地方。苏洛浅还想再骂，却被他捂住唇。若是不想被人瞧出端倪，就搂住本王。男人粗粝的掌心扣住他的手腕，搭在他自己肩上，颈背一拉，将两人此时交叠着的身影遮挡得严严实实。王，陆公子请见谅，庄子里有手脚不干净的仆役偷了东西，怕他惊扰了贵客，还望陆公子海涵。陆公子房中并无异样，无需查看。这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还望陆公子行个方便。进。苏洛浅憋得眼眶通红，呜咽着生在颈背下踢他的腿。他红着眼瞪他，屏风外那小厮还竖着耳朵听里间的动静。锦王世子别中的下人，好大的威风！难不成还要继续在本王这儿听动静吗？不敢，小的马上退下。无甚好看的。他抬眸望他，男人一靠近，他便觉得呼吸都热了几分。陆景思，男人指尖微凉，他抓住他的手就要往脸上贴，陆景思飞快将他按住。几息之后，冷若冰霜的视线射向屋内的香炉。这香有问题。苏洛浅，清醒一点。苏洛浅难受的嘤吟一声，他身上的锦袍绸质温凉，他忍不住想贴过来，想靠他近点，再近点。带你回王府，坚持一下。后门，泽兰。陆景思剑眉微压，眼底倏地升起怒气，但又飞快压下。王爷，这……派人去后门接人，香炉里的香有问题，取些回去。打点好今日入别庄的戏园子，就说看中的伶人，本王带走了。世子正忙着，令小的来问问陆公子今日可是有什么不满意之处。锦王世子可真是会乱人好事。他这话说的晦涩不明，但小厮在这别庄里浸淫多日，以为惹怒了成安王，连忙弯腰行礼。一个伶人而已，世子难不成要和本王抢？苏洛浅抬手撑在他肩上，杏眸潋滟恍惚地瞧他。驾车的侍卫得了陆景思的命令，马鞭扬得重，车轮一路滚得飞快，车厢摇摇晃晃。就在这摇晃间，女子的清香倏地附下来，陆景思猛地僵在原地，惯常冷凝的眉眼染上薄玉。他狠狠闭了闭眼，一手扣住她的细腰，一手掌住她的脑袋，忍无可忍，一记手刀落下。苏洛浅登时毫无知觉地软在他怀里，车厢里陡然安静下来。快些回府！驾！成安王府坐落在玉京城安康大街上，这条街的府邸多是达官显贵、世家贵族的住所。这王妃这是怎么了？今日之事，所有人不得妄议，若是走了消息，自己割了舌头来见本王。福临连忙应下，使了个眼色让主院的婢女去准备热水。府医来得很快，隔着丝帐为苏洛浅后脉。如何？府医眉间微蹙，正欲开口之时，程颖将苏洛浅的近身侍女泽兰带回来。王爷，王妃她……好生照看你主子。泽兰得了令，赶紧起身进了内室。好在此香用量不重，小人开几副安神药，给王妃服下便无大碍。随本王过来。是。主院书房内，陆景思端坐于庄重肃穆的金丝楠木桌案后，神色喜怒难辨，而福一站在一旁，正端详着程颖带回来的燃尽的香粉粉末。王爷，这是玉京城中秦楼出馆之地所用的香粉，一般点在房间内，行事时用的，拿来助兴。只不过带回来的这些比寻常秦楼出馆所用的要浅淡许多，想来是王爷体质强健，异于常人，因此这香粉对您起不到作用。但王妃就……行了，下去吧。是。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打点好了那戏园子。景王世子以为您带走的是今日入别庄的伶人，回来的路上泽兰说起过，王妃是为了查佩兰之死才乔装潜入，只不过刚入庄没多久就被管事的发现。
之后为了躲藏，误打误撞入了东边厢房。别庄那边继续让人盯紧，别打草惊蛇。入信箱，遇事。林永红还真是玩挺大的，王妃可还满意本王的服饰？不对，他和陆景思都成婚了，新婚夜也过了，虽然有点潦草吧，但那落红是真的。王妃，您醒了。苏洛浅应了声，正想抬手，谁知后颈处传来一阵酸疼。王妃，您先别动。我这是怎么了？王爷也真是的，对您下手这么重，这红痕不知道得多少天才能消。准备梳洗吧，今日娘亲寿辰，咱们得早点回苏府。是。陆景嗣呢？王爷一大早被圣上召进宫了，还未回来。罢了，不等他了，待会儿用过早膳，咱们先回去，让府里的人去知会他一声。是。王妃日后可不能再睡到这个时候了。以前您还是小姑娘时，在苏家是如何没规没矩的，老奴不知。但既嫁到这承安王府，这府里大小事宜可容不得您犯懒呐。泽兰，王府家规，下人冲撞主子，该如何责罚？按王府家规，当掌嘴20。你，嬷嬷年纪大了，况且今日是我母亲寿辰，不宜见血，掌嘴就算了吧。但犯了错，便要受罚。日头还早，嬷嬷就在院子里跪1个时辰吧。你敢？尊卑有序，礼法不可丢。话落，他看向院门处，来人，将刘嬷嬷请到院中。苏洛浅嫁到承安王府时，苏家给的陪嫁人员里，除了丫鬟仆役之外，还有几名护院，其中2名听到他的话，进屋将刘嬷嬷押了出来。苏洛浅勾着唇笑了笑，目光随意瞟向廊道下的另一个丫鬟，正是刚才明知刘嬷嬷已到了门口却没有通报给苏洛浅的婢女。不算面生，不过既然她分不清谁才是主子，留在身边也没什么用了。你从今天起到煤炭房当杂役吧。王妃息怒，王妃息怒，奴婢再也不敢了。带下去吧。立马又有2个护院将那丫鬟拉下去。王妃，长公主殿下命人送来了苏夫人的生辰贺礼。生到人到，福临进了院门后，朝苏洛浅行了个礼，接着便看到被压着跪在院中的刘嬷嬷。王妃，这福临公公来得正好，这刘嬷嬷1个时辰的罚跪，就劳烦您看着了。老奴斗胆问一句，这刘嬷嬷是犯了何事？尊卑不分，冲撞主子。苏洛浅眸光一扫，院子里连护院和丫鬟仆从在内，跪的跪，站的站，有不少人。福临公公，这院子里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这当家主母也不好做呀。老奴明白。那就麻烦福临公公了，娘亲寿辰等不得，公公记得派人知会王爷一声。是。苏洛浅说完这些话，领着泽兰款步而去。都散了，都散了。刘嬷嬷嗤笑一声，你说你一大早来找王妃的麻烦做什么？现在这就是杀鸡儆猴，我也救不了你。你个老东西，现在胳膊肘往外拐是吧？你要分得清主次内外，更何况王妃是王爷自己向圣上请旨赐婚，8抬大轿明媒正娶迎进门的。你说这些话是要表达对谁的不满？昨日你可以问出什么信息？没有，长拧那嘴就跟撬不开的蚌壳一样。别庄里的厢房有株馨香，那么说明他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但为什么陆景嗣会出现在那儿？难不成陆景嗣也是去查案的？老爷夫人，王妃回来了，王妃回来了。见过王妃。阿爹阿娘。见过王。阿爹阿娘，女儿不敢受此大礼。嫁人了也该端庄些。见到阿爹阿娘太开心了。王爷呢？王爷一早被圣上召进宫了，晚些再过来。阿娘，这是长公主殿下送您的寿辰礼。替阿娘谢谢长公主殿下。咱们进屋再继续聊。阿兄还未归来？还未。
不过你阿兄让人快马送回来的贺礼，阿娘昨日就已经收到了。阿兄有没有带什么礼物给我？自然是有的。崔安兰打开一个精致的小木盒，里边是好几个布袋小包装，每个小布袋里都装着国府蜜饯。阿爹阿娘试试，这滋味果然与玉京城里的不同。这种东西酸不溜秋的，阿爹阿娘牙口不好，你若喜欢，便都带回王府。庭院里热闹，苏良卓没多久便也出去招待客人。浅浅，你跟阿娘说实话，这段时间可还好？阿娘，我过得挺好的，您不用担心我。你这性子进了那高门大院，我这性子您该知道的，没人欺负得了我。可陈安王毕竟是皇亲贵胄，皇家是非的那些弯弯绕绕，还是怕苏洛浅吃了亏。更何况这门婚事终究只是皇家为了收编而赐。阿娘，您真的不用担心，王爷现在对我的态度，我挺满意的。那他今早怎么？他今早是真的进宫了，不是故意轻慢女儿。我出门时已经让府里的人去知会他了，晚些时候他会过来的。话说到这儿，崔安兰算是稍稍放下心来。夫人，王妃，唐姑姑带着姑表小姐来了。这样的日子怎少得了喜欢来攀关系的人呢？可别太过火。我知道的。哎呦，这承安王府的水果然养人呐！咱们浅浅这才嫁过去2个月余，便养得越发动人了。大胆，见到承安王妃还不快下跪行礼？这都是自家人，行礼就不用了吧？承安王妃乃金贵之躯，难不成尔等要以下犯上？你一个卑贱的婢子，也敢口出狂言？泽兰，张嘴。是。灵儿妹妹如此不懂规矩，我替姑姑教育一下，姑姑应当会感谢我的吧？王妃亲自管教，是莲儿的福气才对。阿娘，莲儿还不快多谢王妃？不知现下姑姑觉得这礼你们该不该行？民妇苏曼荣拜见承安王妃。民女孔翠莲拜见承安王妃。姑姑和莲儿妹妹免礼，多谢王妃。他原本还盼着今日能见到承安王的，可现在这动静闹得这般大，却未见其人。想来这苏洛浅在王府过得并不如意，思及此，孔翠莲心底不免觉得畅快些。苏洛浅淡声应了句，微一抬眸瞥见孔翠莲的神情和她今日的着装打扮，唇边勾着抹冷笑。恕民妇多嘴，怎么今日不见王爷一同前来呀？不知姑姑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姑姑只是关心关心你。话音刚落，他眼眸一转，姑姑对你很是惦念，不知王妃可否讲讲这几个月在王府的生活？此等提己话，浅浅留着与阿娘说便好，不劳姑姑费心了。也是，是姑姑唐突了。浅姐姐嫁进王府，想来现在是与我们生分了不少。我与你何时说过？当初文昌伯段博文、荣宁侯世子尹其耀是如何为难他们苏家的，这其中也有他这姑姑和姑表妹的手笔。觊觎苏家产业，又想暗地里毁他姻缘，这些账他会一笔一笔算回来。姑姑也知我嫁的是承安王，如今这礼法尊卑也须得仔细分一分，您说是吧？你莲儿妹妹年纪小不懂事，你别和她一般计较。你也知道，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莲儿及已近2年，为了她的婚事，我和她阿爹没少费心，但良人难觅。如今你已是承安王妃，还盼着你这姐姐帮扶一二啊。听我阿爹阿娘说，之前李家秀才托媒人上门求过亲，听闻他文质彬彬，10里之书，能卖画做贴，也算是有赚钱的本事。对于莲儿妹妹来说，不失为良人啊。浅浅有所不知，那李家秀才可并非良配啊。我们不敢想着攀高枝，但莲儿自幼也是我们呵护着长大的，难不成要看着她嫁过去受苦吗？既然姑姑都这么说了，容我好好想想。
他似是垂眸思量片刻，现下这里只有我们几人，我也就直接说了，既然灵儿妹妹瞧不上李家秀才，那这文昌伯和荣宁侯世子总该合她的心意了吧。话音刚落，孔翠莲和苏曼荣均是面色难看。玉京城里谁人不知文昌伯段博文年逾50，前年正气病逝，如今已有续弦之意。而荣宁侯世子尹其耀虽是双世之灵，但家中妾室通房5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且正妻不是个好相与的。更重要的是，苏家漏腹之后，孔翠莲曾买通人暗地里不经意地向这2位献过苏洛浅的画像，因此才有了此前段博文和尹其耀对苏家的刁难。文昌伯府和荣宁侯府世家承袭，富贵非常，难不成这样的灵儿妹妹也瞧不上吗？你婚姻大事还需谨慎考虑，这些日后再说啊。老爷夫人，王爷来了。话音一落，一侧坐着的孔翠莲眼底灯时一亮，脸上的欣喜尤为明显。岳丈岳母，前走得急，寿辰礼忘带了。苏良卓和崔安兰俯身便要行礼。岳丈岳母不必多礼，王爷费心了，这边请。应该的。苏洛浅好整以暇地看他眼谦谦君子，待一行人转身往主厅方向去，男人顺势过来。本王是不是来迟了？不迟，来得刚刚好。见过姐夫，民女孔翠莲是钱姐姐的表妹。岳丈，莫非今日不是家宴？自然是家宴。既是家宴，那便我们夫妻2人与岳丈岳母团聚即可。孔翠莲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苏良卓立刻反应过来，叫了仆役，将苏曼荣母女俩带到偏厅。整个过程，苏曼荣和孔翠莲不敢开口辩驳。午膳过后，苏洛浅陪着崔安兰进了里间。阿娘知晓你们新婚燕尔，但还需得注意分寸。阿娘，您在说什么？指尖在他后颈处碰了碰。这里是他弄的吧？啊，是啊。应完这话，他倏地反应过来，脸蛋一下子红了起来。不是，阿娘，不是您想的那样。什么意思？他打你了？不是，更不是，他怎么可能打我？你也别害羞，这种事啊得节制。他到底是个男人，你若受不住，可不能由着他胡来，不然伤的是你自己的身子。阿娘，我们……他很想说他们除了新婚夜之外，连同他而眠的次数都极少，更别说做那种事了。但如果真的说了实话，阿娘的担心必然会换成另外一种。知道了，阿娘。崔安兰见他这样，仍是不太放心，侧头和身旁的程嬷嬷耳语一番，程嬷嬷领命退下。没多久又回了屋里，手上端着个造型简致的小盒子。阿娘，这是什么？哎呀，拿回去再看。里边是什么东西？是一些能让你在这种事上少吃点苦的图册。成亲之前，您不是已经给我讲过了吗？你们这样不知节制，阿娘还不是担心你的身子。算了，不知节制就不知节制吧。左右现在陆锦嗣不在这儿，我顺手将所有错处推到他身上。好，我回去一定劝劝他。最终在娘家用过晚膳后，苏洛浅抱着这个烫手山芋似的木盒，和陆景嗣一起上了马车。你不是来时骑马了吗？怎么，这马车本王坐不得？坐得，自然坐得。车厢里再度陷入安静，苏洛浅怀里抱着木盒，思索着自己该如何问他。想说什么便直说。林永红的别庄有问题，是不是？蝶玉司办案，从不向任何人透露细节。我可以帮你。哦，你想让他以为你和他一样，都是荒淫无度之辈，想让他放松戒心，是吗？不等陆景嗣回答，他又继续说道：伶人的身份是你安给我的，既然林永侯也认定你带走了一个伶人，那么我们何不让这个身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日除了本王，无人看到你的面容，能假扮伶人的人多了去了，并非你不可。更何况，你以为他会不知道陈安王妃长什么样？我有办法的。苏洛浅这话说得有些急，身子下意识朝他这边微微轻靠。我若随你前去，可以戴着面纱。他指尖不自觉攥紧他宽大的锦袍袖口。陆锦嗣，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合适。你这么急切，是为了查佩兰的死。
若真是查到了些什么，一旦冲动行事，本王还得给你收拾烂摊子。那你再一记手刀把我劈晕就行了。苏洛浅见他没有回答，眸光阴阴，满含期待。过几日再说。反正无论你同不同意，我都是要去的。到时若是有什么意外，折损的是你成安王的面子。再说你就别想去了。好，我不说了。陆景思若是想让他出不了成安王府，手段多的是，他暂时还不能将他得罪太过。哎呦，王爷，您可一定要替老奴做主啊！后宅院内之事找王妃即可。话一落，他便直接跨门而入，不再理会。王爷，他今早跪了一个时辰，现下腿脚不便，就是想追都追不上。刘嬷嬷，若是受了什么委屈，尽管说与我听，我定会为嬷嬷做主的。不劳王妃费心了。刚才刘嬷嬷那个表情简直大快人心，王爷压根就不理她，看她以后还敢不敢作威作福。王妃，您不知道，之前她还私下换掉了王府供应蔬菜的小贩，换成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什么时候的事？在您嫁进王府之前没多久，我也是听厨房里打下手的小姐妹说的。听到这个时间点，苏洛浅眼皮又重新合上，慵懒地嗯了声。被换掉的那个小贩好像还上门来找过，被刘嬷嬷骂走了。说到这儿，泽兰撇了撇嘴。现在他们一家可就指着王府过日子了。只要他们送的菜不出问题便好。泽兰应了声，止住话头。你先出去吧，我自己待一会儿。是。苏洛浅衣纱绑带刚系好，脚尖一转出了浴间，便看到身量高大的男人站在他的梳妆桌边，而桌上正放着刚才崔安澜给他的那个木盒。你在这里做什么？这王府里何处本王去不得？你不是一直都歇在书房旁边的侧屋吗？但本王今夜想待在正屋。怎么，王妃不给吗？我让泽兰再添一床被子。你我本就是夫妻，何须分被而盖？我不习惯。你须得习惯。我慢慢适应不行吗？陆景寺极轻地笑了声，正要开口，王爷又发现了一具在城西。陆景寺来不及再说什么，衣袖一拂，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屋里安静下来，新婚那夜的记忆再度浮现上来，他倏地红了脸颊，虽然有点疼，但熬一熬应该就过去了。毕竟陆景寺好像结束的挺快的。城西发现的这一具女尸，最终确认为礼部尚书中幼年之女钟庆。钟庆于10日前失踪，当时就已经报了京兆府，京兆府苦寻多日，但一直未有结果。连环女尸案此前由京兆府经办，钟庆的失踪未和女尸案联系起来，主要是还是因为死者的身份。女尸案的凶手极为狡猾，这案子的死者皆为寻常百姓家的女儿，或是高门大户里的婢女。因为凶手深知，若是这案子的时间拖得久了，那高门大户不会费尽心思为死去的婢女追凶，而寻常百姓家既困于女子礼教，也没有那么多心力耗费在这一件事上，事情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死者越来越多，这事闹得连圣上都知道了，案子便从京兆府秘密移交至典狱司，由陆景寺率人私下调查。但如今钟庆的出现，似乎推翻了他们之前的判断。今日你是跟在本王身边的伶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当知晓。苏洛浅点点头，还得使尽浑身解数讨你欢心。听到他的用词，陆景思微不可察的蹙眉，说了句谨言慎行，便拂袖下了马车。陆兄肯再度光临，真是令林某喜出望外呀。他眉眼一侧，视线毫不客气地在苏洛浅身上来回打量。想来还是我下手慢了，竟不知那戏园子中还有这等角色。还不快向林公子行礼。小女子见过林公子。林永红上前几步，抬手就要来接他的面纱。苏洛浅呼吸一滞，下意识往陆景寺身后藏了藏。一上来就这么直接的吗？林公子，这是做什么？陆兄，这么漂亮的美人，也让林某开开眼呐。这叫请去，面纱揭了，那就不得去了。林兄难道不懂？是我唐突了，不该搅了陆兄的兴致。陆兄，里边请。刚一坐下，便有3、4个相貌身姿出众、穿着十分露骨大胆的女子被领了进来。
今日陆兄有绝色相陪，定是瞧不上我这别庄里的庸脂俗粉。他抬手轻拍自己身边的位子，来，都过来。那几个女子一道到他身旁，针灸的针灸，按肩的按肩。若是陆兄真喜欢，便将这伶人纳进府里，赏他一个通房妾室之位，已算是万分荣恩。要不要纳进府里，就得看这美娇娘的能力了。听到没？服侍好了陆公子，往后等着你的便是泼天的富贵。多谢林公子提点。听闻林兄这儿有诸多好玩意儿，可否向陆某介绍一二？上次是我这手底下的人做事过于莽撞，扰了陆兄的兴致。那日陆景四一行人离开过后，林永红曾去过东边的厢房，房间里还萦绕着丝丝缕缕炷馨香的香味，床榻上被褥凌乱，原本放在床头的浴室已经断成两截，压根没用过。思及此，林永红继续道：这种东西陆兄找我还真是找对人了，我这儿可有不少助兴的好东西，当是为那日向陆兄赔罪，待会儿带陆兄瞧瞧。陆兄，里头多的是好东西，看中哪样与我说便是。他瞥了几眼苏洛浅，若是陆兄就想在此行事，也可放心，这里头每日都有人来打扫。如此，那便多谢林兄。说罢，他勾住苏洛浅的细腰，带着人一起进了那密室。林永红笑得自鸣得意，以为借此笼络住了陆景四。男人嘛，左右不过那点子事。屋里燃着浓郁的香，陆景四鼻翼微动，神色一变，即快速地从袖口中拿出2颗棕色药丸，自己吃了一颗，长指掐住苏洛浅精巧的下巴，将另一颗药丸喂进他口中。香有问题。苏洛浅冷不丁被他扣住，正欲开口便听到他的话，立马闭嘴仰头将这药丸生生咽了下去。屋内博古架上摆放的东西千奇百怪，这些物件是做什么用的？屋里的东西不要随意碰，不干净。莫非他是在这里杀的人？可能性不太大。他眼风微动，瞥到博古架最底下放了个样式普通的木箱，尺寸中等，木箱外边上了把锁。要开锁吗？钥匙应当是在林永红身上。苏洛浅随手取下今早出门前泽兰为他佩戴上的簪子。不用钥匙，我用这个就能开。陆景四侧眸，意味不明地看他。苏洛浅就这么蹲着挪了几步，和他手臂挨着手臂，将簪子探进锁孔当中。我小时候是甜，龋齿了，也依旧惦记着吃蜜饯。阿娘将放蜜饯的柜子锁了起来，我就自己用她的簪子捣鼓着捣鼓着就打开了。听到他的话，陆景四本就幽深的目光逐渐变得战碎，正欲开口时，哒一声，锁开了。箱子里的东西各式各样，有小钱袋、金帕、香囊、木簪和银簪等等，皆是女子之物。这应当是那些被害女子的贴身物件。苏洛浅眉眸一顿，随即看到被压在最底下的一个桃粉色香囊。陆景四，是佩兰，这是佩兰的东西。那个桃粉色香囊是他送给佩兰的，泽兰也有一个，他绝对不会认错。陆景四把人扶起来，任由他靠在自己胸前。别哭了。陆景四，你一定能让他受到律法的惩罚的，对吗？女尸案牵扯的人命众多，按律法来判，林永红被斩首都不为过，但他是景王的长子，若是真杀了，景王这边不好交代，即使是当今圣上都得犹豫几分。王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苏洛浅自然也明白林永红这个景王长子的身份。那我们快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证据。2个时辰后，陆景四刻意扯了扯自己的领口，2人才从密室里出来。林公子有正事要忙，命奴婢在此处候着，旁边净室已备好热水，不知陆公子可否需要？既然林公子在忙，那便不再打扰，陆某过几日再登门道谢。话落，他带着苏洛浅直接出了别庄。这次去过别庄之后，陆景四明显更忙了。苏洛浅连着好几天没见到他的人，有意想要询问案件进度也找不到人。只要林永红一日未被抓起来，他心底便一日安定不下来。泽兰看他终日忐忑不定，小声提议去元福寺走走。走动间，他鼻尖微动，似闻到淡淡浅香，眸光微寻，果然在布街旁看到有几棵青梅树。摘些青梅回去酿酒吧。话音一落，泽兰便命几个仆役摘取。可惜此处没有葡萄，葡萄酿酒也是绝美佳酿。美人想要葡萄酒，
可否以青梅酒相换呢？来人居然是当今太子妃秦淑宁。秦淑宁是护国大将军秦恋的幺孙女，去岁与太子周须衡成婚，算算时间已经快1年了。见过太子妃，咱们是在宫外，不用多礼。适才我听闻承安王妃想要寻葡萄酿酒，只是途经此处，看到山间青梅长势喜人，有感而发罢了。别啊，我有现成的葡萄酒，你若是酿好了青梅酒，咱们可以互换呢。府中还有些去年酿下的青梅酒，此时品尝滋味正好。若是太子妃不嫌弃，改日让人送些到东宫。好啊好啊。娘娘，太子殿下说了，您得少饮酒。秦淑宁秀眉微蹙，只当没听到这话，朝苏洛前走近几步。你会酿酒吗？教教我可好？娘娘不是刚从元福寺下来，这不是遇到你了吗？我最喜欢美人了，还是会酿酒的美人。太子妃也好看。不同于寻常温婉女子的好看，她顿了下，忽地朝秦淑宁眨了眨眼。美人就该和美人一起玩。说得对。倩倩，这青梅酒当真一绝啊！太子妃若是喜欢，待会儿带上一些回东宫。承安王比太子小些10日，你若不介意，喊我一声嫂嫂也可以。喊太子妃过于生分了。苏洛浅浅笑着应下，却是没动面前的酒杯。我身子不便，今日不能陪嫂嫂一起尽兴。那待我晚些回去，让人给你送些葡萄酒过来。今日王妃去元福寺祈福，傍晚回来时和太子妃一起，现下正在主院水阁里品酒。派人往东宫递个消息，就说太子妃在王府里。傅林领了命，转头吩咐仆役，又回过身跟在陆景思身边一路往里。太子殿下倒是到得很快。太子妃呢？在主院。话说太子和陆景思二人虽不是亲兄弟，但自小一起长大，即使之后陆景思去了北境几年，但这份情谊不变。陆景思最是知道周须衡为人，此时见他沉着脸坐在梨花椅上，不免觉得好笑。周须衡瞥一眼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后有你在跟头的时候。浅浅，明日我定让人将葡萄酒给你送过来。这是喝了多少？太子怎么来了？周须衡没有回答，拖紧他的腰肢，带着人往外走，一直到周须衡带着秦淑宁往马车方向走去。苏洛浅还隐约听到两人的低声对话。看来你是将姑的话当作耳旁风。小饮怡情，我没醉。将东宫的葡萄酒送人也好，免得你再贪杯。你不可以私刻我的青梅酒。看你表现。待到苏洛浅一边系着纱衣，一边从屏风后出来，陆景思抬眸看向他，抬步向他走来。系带不会系？系不好也没关系，待会儿也要脱的。他这下连耳根子都红了，紧抿着唇，不敢接他这句话。你当知晓，夫妻之间行周公之礼乃是必须的。哦，你要做就赶紧做，早点完事儿，还能早点睡觉。下一秒，他感受到整个人被打横抱起。苏洛浅下意识惊呼出声，可声音却被他堵住，淹没在喉间。熄灯。不熄。苏洛浅心跳得飞快，只觉今夜的形势似乎与新婚那夜不同。他下意识缩了缩身子。躲什么？苏洛浅咬着唇，没敢应，也没敢溢出半点声响。陆景思见他这副模样，似是觉得有趣。用了什么香？没用香。感受到陆景思的大手一路往下。不行，由不得你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小日子还在。话音一落，就看到他冷着一张脸，扯下外衣披上，摔门而出。王妃，您没事吧？重新拿件礼衣过来。王爷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陆景思还在主院吗？奴婢刚才没注意，不过想来应该是在的。你说说，哪有个为人妇的半夜将夫婿从房中赶出来，市井商贾出来的，果然就是没教养，没规矩。你少说两句。不行，我一定要和王爷好好说道说道。别去。夜深路重，福临只看得到刘嬷嬷绕过曲廊，停在水亭入口处。
行了礼之后，嘴巴张合开始说着什么，拎清自己的身份，若再介意，便提早出府退休。话音一落，陆景思便拂袖起身，大步出了水亭。福临连忙提着灯迎过来。王妃呢？回王爷，王妃已经睡下有一会儿了。有一会儿，那便是我刚走没多久，他便心宽松快地熄了灯。苏洛浅翻了个身，抬手拥上身侧的温热，脑袋蹭了蹭，猛地睁眼，入目的便是男人沉睡的俊颜，下意识往床榻里边退了退，却没想到刚一动，便被陆景思那双长臂给捞了回来。再睡会儿。难不成他根本就没宿在书房，半夜又回来了？陆景思仍旧没有睁眼，揽住他蝴蝶骨的位置，埋手过来就去亲他的脖子。他是怎么做的？动作这么自然娴熟的，明明我们都没怎么亲昵过。他现在有护身符，不用这样心惊胆战。想通了这一点，苏洛浅呼吸稍稍轻缓了些。陆景思，你还在睡吗？陆景思没动。林永红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快了。得他这句话，苏洛浅心情倏地变得明朗起来，耐着性子又让他拥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直到辰时过半，两人才起了身。王妃来得正巧，小的店里刚进了一对水头上乘的翡翠耳当，与您的气质极为相配。凭什么？凭什么他苏若浅出生在富庶人家，嫁人还嫁了全大晋最清贵金傲的成安王，而同样出身商贾，我们一家子却也养以苏家鼻息，靠着他们分下来那一丁点的铺子才能过活。唐翠莲，请客做东这么不甘愿的话，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好像本小姐多稀罕你这一顿饭似的。殷小姐哪里的话，能请您品尝这品真阁刚出的新品，是莲儿的荣幸。你刚才那表情，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唉，殷小姐有所不知，我刚才那只是有感而发罢了。什么有感而发？刚才在窗边正好瞧见我那嫁进成安王府的表姐，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苏洛浅。许莹刚在心底冷哼一声，便听到身旁的孔翠莲低声开口。孔翠莲说的无非就是胡编乱造的话，尽她言语贬低苏洛浅罢了。万万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寡廉鲜耻。哎呀，殷小姐，您小声一点，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传到我表姐耳中，我这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得多难过呢。你怕她，我可不怕她。嬷嬷不必多礼。底下布庄今日进了些上乘布匹，夫人命老奴给王妃送些过来。苏洛浅让院里下人将布匹收好，拉着程嬷嬷的手在凉亭中的石桌旁坐下。嬷嬷，近来府中可一切安好？府里一切都好，老爷夫人身体康健，铺子生意也都顺顺利利的。那孔翠莲最近可有上门？没有，许是那日自觉丢人现眼，最近这段时间像是老实了一些。闻言，苏洛浅微一思忖，让孔翠莲和她那个娘不折腾是不可能的，现在安静应是在憋什么坏招。近日苏氏氏族旁支的一个小公子进京准备明年开春的春闱，借住在家里前院。说起来，那苏公子王妃小时候还见过呢。是小时候曾和他阿爹阿娘来过苏府的那个小公子吗？是啊，没想到王妃还记得呀。那小公子性情温和，待下人们极为礼貌友好。若是将来真能考取功名，那咱们苏府也跟着沾沾喜气喽。想来那苏公子品行端正，这样的人若是能够高中，以后想必能做一番事业。果然是个毁脸灭齿、没皮没脸的人，都已经嫁进王府了，还惦记族兄。我定要让王爷看清楚你的真面目。适才老奴来王府的路上，看到王爷带着一队人马往城郊去，气势汹汹的。往城郊去了？难不成是林永红的别庄？听闻旁街的百姓讲，好像是去抓什么女尸案的凶手。女尸案这3个字在心中回荡着。王妃，那凶手是不是就是杀害佩兰的凶手啊？是的，希望王爷能将那恶人绳之以法。他会的。说到佩兰，
凉亭中的氛围顿时有些低沉下来。程嬷嬷将翠安兰特意叮嘱的几句话带到，嘱咐了苏洛前几声，便离开王府。要去哪儿？想去找你。典狱司办案，忙起来一日三餐也说不准。你去等，便是等到日落也等不到。王爷这是……回来换身衣服。苏洛前知道林永红被抓之后，关于这个案子的博弈才真正开始。闻言，他紧跟在陆景思身侧，顺便在泽兰耳边低语几句。泽兰领了命，飞快小跑先回了主院。等到陆景思和苏洛浅回到主院正屋时，泽兰已经领着几个仆从，将陆景思需要更换的衣饰全部准备好。启禀陛下，承安王到。老四来了，说说吧，这案子怎么样了？皇家如今有2位正儿八经的皇子，太子是老三，老儿刚出生没多久便夭折，老大则是心思不在朝堂。陆景思并非皇子，但皇帝对他自小疼爱，这般叫他，时间一长也就没再改口。回陛下，林永红已经被关押在典狱当中。陛下，老臣自问一生为官清正，可女儿却遭此毒手，还望陛下严惩凶手。皇帝轻叹一声，侧眸看了眼一旁站着的景王，他不动如山，面上没有任何表情。景王意下如何？回陛下，一切依法来判，老臣绝不求情。景王果然识大体，明大义。老四，典狱司拿人讲究有理有据，且本案关系重大，任何旁枝末节都要追查清楚，切不可掉以轻心。臣定竭尽全力。想来林世子对这典狱的牢房适应得还挺快。哼，还是我大意了。事已至此，他才明白，之前那些均是陆景思有意为之，不过他也毫不畏惧。那又如何？我是景王的嫡长子，你能奈我何？本王刚从宫里出来，世子不妨猜一猜，刚才在乾政殿里景王说了些什么？你什么意思？本王是什么意思，世子心中有数。不可能。那世子大可多等几日，看看你还能不能从这典狱里完好无损地走出去。林永红自认为景王不可能放弃他，但他信誓旦旦地等了几天，什么消息都没能等来，反而是这典狱的环境恶劣的他快要坚持不下去。最近几日半夜总有人被严刑拷打，哀嚎声不断，时不时还有那些断腿断手伤口发脓肿烂的犯人从他牢房前被拖行而过。仅仅3、4日过，林永红就已经头发散乱，双目无神，萎靡不振。林世子可考虑好了？林永红倚着墙，垂头丧气坐着，没有应话。这次回京述职，景王只带了你回来，你心中当是窃喜的吧？景王育有2个嫡子，嫡长子林永红，嫡次子林永瑞。林永红母亲在生他时难产去世，1年后景王迎娶了林永瑞的母亲，再1年林永瑞出生。对外，林永红和这继母继弟的关系不错，但实际上林永红自小不学无术，沉湎酒色，而林永瑞则一派清明，怀才抱德。你说景王是更满意你，还是更满意林永瑞？你可以继续等，但也得想清楚，你等不等得起？不可能，父亲不会放弃我的。那你倒是说说，这几日你等来了什么结果？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若是你从实招来，本王免你忍受极刑之苦，但你若还是负隅顽抗，那这典狱内有的是各种手段，奉陪到底。没了景王的庇护，那他便是在这典狱里缺胳膊少腿，也只能继续苟延残喘。这几日那些从他牢房前被拖行而过的血肉模糊的犯人身影一遍遍在林永红脑海里回闪。我说府中2小姐吉吉将至，国公爷为2小姐备下吉吉宴，特此礼帖，恭请王妃2日后过府参宴。多谢国公府相邀，2日后必当携礼前往。待那小厮离开，泽兰疑惑道：这国公府的2小姐怎么好像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呀？人情世故，礼数规矩，以后这种事还有很多。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只要在狱境1天，只要他还当着承安王妃1天，这些事便不可能少。2日后，吉吉里许国公府后院，
这倒是承安王妃手回来参加这种宴席，国公府的面子真大。哎呦，一个商贾之女，还不是借着承安王的荣光才有了今日。飞上枝头之前，先想一想自己是乌鸦还是凤凰啊！你小声点儿，她现在好歹已经是王妃了。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婚事是承安王亲自求的，若是得罪了王爷，可吃不了兜着走。哎呦，你瞧他那狐媚样子，谁知道私底下使了什么手段，才勾得承安王如此啊！这府内后园子里百卉含英，正是赏花的好时候，王妃可有兴致？那便多谢夫人。待行至一处假山流水后头，忽得有个丫鬟从外急急奔走而来，在许王氏耳边低语几句：今日府内必定事多繁杂，夫人可放心去，我在这随意看看，待会儿原路返回即可。许王氏见他如此好说话，颔首行个礼后，便带着丫鬟离开。此处静谧少人，倒是景色不错，在别人家后院，苏洛前也不好再胡乱走动。谁知脚步刚转，便听到假山另一侧有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传来：表哥，你可查探清楚了？家表妹放心，现在百姓议论最多的皆是这锦王世子，无人注意到那些细枝末节。家表妹，锦王世子，许家和林有侯扯上关系了。百姓们看不出这里头的门道，可那典狱司可不会。若是以后查到我头上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事说到底，你是无心之过，承安王定然分得清这些轻重缓急。真是晦气！若不是那钟庆说他想出府玩，但钟尚书管得严，我也不会让他换上婢女装束。谁知他竟那么巧，我就晚到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那竟就被那林永红掳了去。说起来，我才是最冤的那个。苏洛前只见下意识用力握紧，这事儿也怪表哥你，若不是那日你非要拉着我，拉我行那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失约呀？家表妹分明也喜欢的姐，那日你还缠着我不放呢。表哥，这几日表哥在外替你奔走打听，很是疲惫，表妹不犒劳犒劳表哥吗？表哥莫急，这吉吉宴已经快开始了，等宴后咱们再来，可好？好，待会儿就来此处的厢房，家表妹可要说话算话。你拿着王府的通行牌去典狱司找陆景嗣，若是见不到陆景嗣，找程颖也行，务必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带给他们。那王妃您呢？我走了，您不就一个人了？无妨，太子妃今日会来，我待会儿和他待在一起就好。现在宴席还未开始，你趁这个时候出去，无人会注意到。快走。夫人先去忙吧，本宫和王妃一处便可。二人落于一桌，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轻声说着话。那位啊，是燕柏、燕老太傅、太子和承安王的老师。今日适逢小女许嫣及笄礼，在此宴请众宾，招呼不周，还望见谅。以薄酒一杯，代向诸位赔罪。在场的其他人便也举杯回礼，席间一派言笑和谐的场景。许英见时机差不多，抬手轻拉了拉徐柳氏的衣袖。徐柳氏会意，起身以主人家之名提议大家玩飞花令助兴。今日宾客众多，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这飞花令便交给他们小年轻玩吧。许国公见燕柏没有说什么，便也点头同意了许王氏的提议。许王氏宣布完规则，管家便将刚才燕柏出的题目公布于众。簪，说文有云：鸡簪也，取这个字倒是与今日的吉笄礼十分相配。飞花令开始后，席间明显比之刚才还要更热闹几分。燕柏听着各位公子小姐的答案，时而赞许的点点头，时而微蹙着眉心。待这一圈飞花令行至许英这里时，他站起身，朝众人扶了扶身。小女子不才，今日见燕老太傅受邀，倍感荣幸，也想起死前太傅曾画过那幅行马图，听闻太傅苦寻行马图的题诗无果，不若今日看看这宴席上能否有人能让太傅满意。许英说到这儿，话锋一转，倏地看向苏洛浅。昔日承安王爷曾是傅老太傅的学生，想必承安王妃必定也是博学多才，满腹诗书，才能与之相配吧。一屏风之隔，南边那边的燕柏听到许英的话，眉心紧蹙，而许国公心底暗叫不好。今日是国公府的重要宴席，
自身没有推辞之力，况且这是燕老太傅的丹青，那我便献丑了。他微微侧过身，朝燕摆扶了俯身，便直接开口：金丝玉勒控金鸡，晚似龙眉出紫池，偏就一群飞白练，云台3日月黄鹂，千秋万里腾风雨，6月边城散雪时。自古长安多乐事，莫嫌木絮瘦而衰。好一个莫嫌木絮瘦而衰，果然是老四的媳妇儿啊，他果然没看错人。这普天之下，除了当今圣上，也就只有长公主和燕白会这样称呼陆景四。谢老太傅。没想到这成安王妃还真有几分真才实学呢，出色绝丽，腹有诗书，还是首富之女。我若是男子，也想娶这样子的女子。谁知道她这是得了什么运气才答得出来，再一次指定就不行了。瞧见那许家二姑娘了吗？你若是再不服气，便是她那样的下场。他气得发抖，还想要开口再说什么，人已经被徐六师拉下，带往旁边的内室。吉基宴闹成这样，徐国公脸色极其难看，但他没有忘了自己今日的目的，只能换上笑容，让管家带着一众男兵前往前院。秦淑宁还以为今日这闹剧到这儿就结束了，拉着苏洛浅的衣袖，示意他离开。嫂嫂别急，今日这出戏还没结束呢。话音刚落，就见那许王氏命丫鬟端着酒盏往他们这边过来。家中小女不懂事，冲撞了王妃，扰了王妃的兴致，改日必定悉小女登门道歉。登门道歉就算了，许二姑娘这脾性我受不起。许王氏也没想着3言2语就能将苏洛浅安抚好，正巧戏台上一出戏结束，王妃可看看有什么想听的，今日这台戏您说了算。不过苏洛浅接过戏折子之后，仅是随意翻了下，一副兴趣寥寥的模样。许王氏想起刚才宴席前他明显对后院园子景色更感兴趣的模样。后园子里百花盛开，正是好时节，不知王妃和太子妃可有兴趣一同前往？那便大家都一起吧。这边请。表妹喜欢这样吗？啊，表哥，这是什么声音？众人脸上十分精彩，均是一副窥见国公府秘辛的难以言喻的表情。国公夫人不进去看看吗？是啊，看看究竟是哪个狗胆包天的下人敢淫乱国公府的名声。众目睽睽之下，许王氏捏紧帕子，一旁已经有各家丫鬟将未出阁的小姐带至一旁。许王氏猛地推开门，屋里2人被吓了一跳，而隔着半透明的纱帐，一众命妇夫人皆是看清了那里边的人，竟是许大小姐。这许二小姐刚在吉基宴上冲撞了王妃，转头许大小姐就和自家表兄苟合到一起，这许国公府的名誉算是彻底扫地了。你们俩给我滚下来！母亲，让他们滚，让他们滚呐！许王氏实在无法，深吸了口气，转过身，面如死灰。还请诸位先回吧，今日是国公府招待不周，吉基里散了。吉基里散不散，可由不得你说的算。公爷，佳儿一定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相信他呀！冤枉？你告诉我里面的人是不是他？做出这样不知羞耻的事，还敢说是被冤枉的？真是丢人现眼！闭嘴！父亲！许英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许国公。厢房里围了不少人，怒骂声、哭喊声，看热闹的细语声。苏洛浅轻呼出口气，只觉得这处过于吵闹，转身和秦淑宁低语几句，两人一起离开了厢房。王爷，容小的进去通报一声。然而陆景四没有理会他，带着典狱司的人直接进门。苏洛浅就站在一旁，感受到他的视线，陆景四转身朝他走来。怎么？苏洛浅踮着脚尖，将线下国公府混乱的情况大致说了下，末了那双碱水秋瞳就这么望着他，眨了眨眼。陆大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将此事国公府的情况告知于他，是为了方便他待会儿问话。话落，他看向陆景四身后。泽兰呢？泽兰姑娘在后头，你让她从典狱司走回来。属下以后一定注意。
话音刚落，泽兰的声音就从门口传来：“王妃。”